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王鹤棣识字争议说起，当流量跑在文化前面，内娱究竟在焦虑什么？最近一段时间，围绕王鹤棣的识字争议持续发酵，从综艺节目中的读音错误，到网络上被反复剪辑传播的名场面，再到部分媒体对于艺人文化素养问题的集中讨论，一场原本属于个人失误范畴的话题，逐渐演变成了整个娱乐行业的公共议题。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，有人认为这是公众人物应当承担的代价，还有人认为王鹤棣只是被推到了聚光灯下，真正应该被讨论的是整个流量时代的造星逻辑。而在我看来，比起讨论某个字读错了没有，或许更值得深思的是，为什么一个艺人的文化素养问题会引发如此大的社会共鸣？因为大家真正不满的从来不是读错一个字，而是读错一个字背后所折射出来的行业现象。一个字读错了，为什么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暴？客观来说，任何人都有读错字的时候，哪怕是大学教授、主持人、作家，也可能在公开场合出现口误。因此，如果仅仅因为几次读音错误，就给一个艺人贴上文盲的标签，其实并不完全公平。问题在于，当这些错误不断累积的时候，公众看到的就不再是偶然失误，而是基础能力是否存在短板的问题。网络流传的视频中，一些原本属于中小学阶段就应该掌握的常见字词，确实出现了错误认读的情况。单独看一次，大家可能一笑而过，2次、3次、4次，舆论的风向自然开始发生变化。因为公众会产生一个疑问：一个拥有数千万粉丝，站在娱乐圈金字塔顶端的明星，为什么连最基础的文字认知都会频繁出问题？这种反差感恰恰是争议爆发的根源。王鹤棣只是个例吗？答案显然不是。事实上，过去几年类似事件已经发生过很多次。有演员写错常用字，有艺人不会背诵基础古诗，有明星在采访中频繁出现常识性错误，甚至还有人在直播时把简单成语解释得面目全非。每一次事件出现，网友都会感到震惊，但震惊之后，人们又会发现，类似情况似乎越来越普遍。于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娱乐行业的评价体系正在发生变化。过去，一个演员能否成功，取决于演技；一个歌手能否成功，取决于唱功；一个主持人能否成功，取决于专业能力。而如今，热搜数据、社交媒体流量、商业价值指数、粉丝活跃度，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资源分配。当市场把流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很多本应被重视的东西就被放到了后面。文化素养是这样，专业能力也是这样。流量时代最大的悖论，娱乐圈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越是曝光度高的人，越需要知识储备。因为他们每天都在面对公众，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解读。然而现实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，有些艺人的曝光度越来越高，知识储备却没有同步增长，这就形成了巨大的矛盾。流量越高，翻车概率越大，因为观众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任何短板都会被无限放大。很多业内人士都曾强调过文化修养的重要性。著名演员冯远征就曾多次提到，演员不仅需要技巧，更需要文化积累。因为表演并非简单背台词，演员需要理解角色，
理解时代背景，理解人物命运，理解人性。而这些能力最终都离不开阅读和学习。一个人如果缺乏足够的文化储备，那么他对角色的理解深度往往也会受到限制。老戏骨与流量明星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是演技，其实未必。演技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，真正的差距是认知。李雪健为什么能够塑造那么多经典角色？陈宝国为什么总能演出人物厚度？陈道明为什么一开口就让人感觉知识渊博？原因很简单，他们拥有长期阅读积累形成的文化底蕴。这种东西无法速成，更无法包装，它会自然流露在采访里，流露在谈吐里，流露在角色塑造过程中。年轻演员当然不需要人人都成为文学家，但至少应该具备与自己社会影响力相匹配的文化素养。这是职业要求，也是公众期待。资本到底在追捧什么？说到底，问题并不仅仅出在艺人身上，更大的责任其实来自行业。因为艺人能够获得多少资源，并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，而是资本决定的。当一个新人进入娱乐圈，如果行业告诉他，只要会制造话题就能红，只要有粉丝就有资源，只要有流量就有代言，那么他自然会把精力投入这些方向，因为市场奖励的就是这些东西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把矛头指向平台和资本。他们认为，如果行业始终用数据代替能力，那么未来只会出现更多类似争议。因为真正努力学习的人未必得到机会，而善于营销的人却不断获得资源。网友观点为何如此两极分化？翻看评论区会发现，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同样激烈。支持批评的人认为，公众人物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，获得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财富与资源，自然应该接受更高标准的监督。如果连基础文化能力都不过关，却占据顶级资源，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现象。而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，演员最重要的是演戏，歌手最重要的是唱歌，不应该因为几个字读错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努力。还有人指出，许多网友对明星的要求远远高于普通人。现实中很多成年人也会读错字，为什么明星就不能犯错？坦白说，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，但公众真正期待的并不是零失误，而是持续进步。如果发现不足后主动学习，主动提升，大多数观众其实是愿意给予包容的。娱乐圈真正的危机，比文化失误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是不愿学习，是不认为学习重要，是不把专业能力当回事。如果一个行业开始崇拜捷径，那么最终一定会被捷径反噬。流量可以制造明星，但无法制造真正的艺术家。热搜可以带来关注，但无法带来尊重。粉丝可以帮助一个人爆红，但无法帮助一个人在行业站稳20年。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娱乐圈会发现，那些真正留下名字的人，往往不是流量最高的人，而是持续成长的人。他们可能经历过低谷，经历过争议，甚至经历过失败，但他们始终保持学习，保持进步，保持对职业的敬畏，这才是能够穿越周期的核心竞争力。写在最后，王鹤棣10字争议或许终有一天会过去，新的热点会出现，新的争议也会出现，但它所引发的讨论却值得整个行业认真思考。当流量与文化发生冲突时，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？当颜值与能力出现竞争时，
我们应该支持什么？当资本追逐短期利益时，谁来守护行业长期价值？或许这些问题比某个字是否读错更加重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认为公众人物应该接受比普通人更严格的文化素养要求吗？演员最重要的是演技还是综合文化修养？流量明星频繁出现文化失误，责任在个人还是行业？资本和平台是否应该建立更严格的艺人素养评价机制？如果你是观众，你会因为艺人文化水平不足而放弃支持他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一起理性讨论。如果喜欢本期深度分析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收藏并订阅频道。我们将持续关注娱乐圈热点事件，为大家带来更多有深度、有观点、有价值的独家解读。